每当他坐在电脑前，就意味着又有人要倒霉了。清脆的键盘敲击声宛如死神来临的倒计时。这一回，他锁定的目标名为徐斗业。2018年的某天，徐斗业带着2名同伙闯进了他曾经打工的便利店，因为索要钱财未果，便对店主一家3口痛下杀手。更让人愤怒不已的是，事发之后，徐斗业毫无半分愧疚，反而跑去夜店彻夜狂欢，还在社交平台大肆炫耀自己的作案细节。被警方抓获之后，法官居然以醉酒丧失辨认能力为理由，只判处他1年的有期徒刑。满心的愤怒在至心底不断翻涌，煎熬等待的日子终于结束。周末如期而至，针对徐斗业的私刑审判正式拉开序幕。我负责熬夜剪辑，你负责爽快追剧。这里是大远说剧，今天为大家带来《非法正义》第2期内容。自从郑德兴被惩戒之后，相关舆论像燎原的野火，迅速蔓延到韩国的大街小巷，普通民众纷纷站出来，为这位神秘的暗夜判官点赞叫好。另一边，警方却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困境。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设备全被损毁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调查线索。消息传开之后，民众心中满是不解与愤慨。明明是守护正义的人，却被警方扣上杀人凶手的帽子。和警方一样，头疼的还有相关栏目组。本该严肃的惩恶事件，被他们硬生生做成全民围观的娱乐节目。因此，栏目组遭到了大量网友的投诉和指责。마음껏 욕하라고 하시죠. 욕도 보니까 하는 거지 안 보면 하지도 않아요. 그 사람들이 진짜 우리 팬인 거 아시죠? 但崔美丽不愧是资深媒体人，她满心只想着节目收视率和流量，毕竟有热度就有收益。野心十足的她丝毫没有收敛，反而下定决心要把节目热度再推上一个台阶。为了提升节目的话题度，崔美丽一次性公开了3名在逃罪犯的详细信息。셋 중에 누구 할 건데? 셋 다? 응? 他想看看这位治安维持者会选择谁动手，同时也能借此分散警方的调查注意力。有了郑德兴的前车之鉴，智勇一眼看穿了媒体的小心思，但他丝毫没有退缩，只要能亲手惩治恶人，他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否会被媒体利用。周末乘坐大巴出行时，好友再次邀约聚会，向来拒绝的智勇这次却爽快答应。진짜?原来徐斗业经常出没于这家夜店，事情和他预想的完全一致。刚到夜店门口，他就被一名陌生女子上前强行搭讪。随着2人距离不断拉近，智勇清晰听到了徐斗业和手下的对话内容。他正得意洋洋地跟小弟讲述自己如何钻法律空子，逃脱制裁的全部过程。 이 셋이서 입을 딱 맞췄지. 아줌마랑 애들은 내가 안 지켰다. 걔네 둘은 미성년자라도 형량을 세게 안 바꾸고. 진짜? 看着徐斗业嚣张跋扈的模样，智勇浑身气得发抖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狠狠教训这个恶人。 좀 덥지 않아? 잠깐 시원한 데로 갈래? 原来徐斗业长期在这家夜店贩卖违禁品，而且只卖给相熟的大学生群体。因为智勇全程盯着徐斗业的一举一动，所以被搭讪女子误认为他是来购买违禁品的。这段离谱的剧情，属实让我剪辑时都感到十分意外。话音刚落，女子就拿出一包东西塞进嘴里，随后毫无征兆地凑上前亲吻了智勇。就这样，本该是惩戒恶人的重要日子，智勇稀里糊涂地献出了自己的初吻。 不过这次夜店之行并非毫无收获，他确认了徐斗业私下贩卖违禁品的罪行。经过连续几天的暗中跟踪和细致调查，他彻底摸清了徐斗业的进货渠道，还有藏匿赃款的秘密据点。 아니 3주째 잠잠하잖아 지금. 아니면 다른 사람을 처단했는데 우리가 지금 모르고 있는 거야. 就在各路记者胡乱猜测治安维持者的下一个目标时，智勇的惩戒计划正式启动。看到车窗上留下的自首字条后，徐斗业瞬间吓得脸色惨白。他颤抖着拨通同伙具成烈的电话，让对方查清字条号码来源。没想到这一查竟发现号码来自釜山的黑帮组织。徐斗业瞬间反应过来，自己已经被人盯上，于是打算做完最后一单就离开本地躲避风头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藏钱的秘密据点早已被智勇翻了个底朝天。 하지 말라고 새끼야! 사죄해. 네가 죽였던 가족들한테. 起初他以为是自己老大派来的人，直到听完对方的话，才反应过来，眼前人就是网传的治安维持者。
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财被尽数烧毁，徐斗业彻底失去了理智，但他的实力根本不是智勇的对手。弯腰侧身躲开对方的重拳，紧接着一记左摆拳狠狠击中对方，顺势挡下反击，连续出拳猛击对方面部。随后利用现场的脚手架将徐斗业吊到半空，此时的徐斗业才放下身段，卑微的不停求饶。可智勇只是冷冷的发出一声嗤笑，当初被你杀害的一家三口苦苦求饶时，你可曾有过一丝心软？ 살려달라고 원했는데 까지 괜찮아. 为了让他死得明白，智勇拿出他亲手杀害孩童的影像，在他面前播放。既然想要祈求原谅，那就去地狱向无辜受害者忏悔吧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智勇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。每次结束惩戒行动，他心底都会涌起一阵莫名的空虚。他从来都不是天生嗜杀的恶人，只是这个世界的不公，让他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。徐斗业遇害的消息传开后，警方正式将神秘的治安维持者列为头号通缉犯。警方的这个决定再次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与指责，不少专家也公开站出来提出质疑：本国的司法体系是否存在明显漏洞？不然，民众为何会如此拥护一个动用私刑的惩戒者？ 무슨 말씀을 하는 거예요? 그럼 사람들을 막 두들겨 패고 죽여도 된다는 거예요? 법이 왜 있겠어요? 감정을 배제하고 공명정대하게 판단하라고 있는 거 아니겠어요? 听着这些所谓的专家空谈公平正义，智勇的心中满是悲凉，也觉得无比可笑。 오늘의 주인공이 오셨습니다! 节目再次精准预判了治安维持者的行动，收视率又一次创下新高。可崔美丽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手下记者拍到的画面不是模糊的草丛，就是杂乱的角落，连罪犯的身影都没能拍到。 대중이 뭘 원하는지 감이 딱 안 오세요? 与此同时，警方全力追查案件时，上级突然下令将案件移交至广域搜查队。负责接手案件的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怪物刑警赵宪。 잠깐 시간 괜찮겠습니까? 경찰. 할 말 없는데 주세요 그럼. 仅凭单手捏碎硬币的动作，就让具成烈瞬间失去了反抗逃跑的念头。起初，具成烈以为对方是来催债的，直到赵宪提起徐斗业的案件，他才知道对方是警察。于是他瞬间变得嚣张起来。毕竟混迹黑道多年，他从来都不怕普通警察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眼前的刑警远比他想象中更加凶狠危险。 내가 꼭 반말을 해야 알아듣는 새끼들이 있어. 他虽然身着警服，却和大家印象中的普通警察截然不同。见具成烈依旧不服气，赵宪直接出手，将他拎到空中，让他好好冷静一下。可惜具成烈知道的线索实在有限，无法提供更多有用信息。如今怪物刑警赵宪正式介入调查，智勇下一次行动还能否顺利脱身？ 정하죠. 는 증거 나오고 결국엔 잡힐 겁니다. 반드시.